是不是外面挂我横幅的那个人？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你干嘛牵他手？你们什么关系？果然是你！你认识我对吗？心理咨询师赫顿，破坏别人家庭的罪魁祸首。你那么有名，我会不认识你吗？你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我能看出来，你对我非常有意见，对不对？既然你对我这么有意见，你为什么不选择在直播上当着大家的面说呢？让所有人都听到。现在离直播只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现在这样的局面，相信你也不想让钱开义的新节目第1期就跌到谷底，对吗？而且我相信钱开义也希望用更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对吗？对。要不要考虑一下？好。都准备好了吗？国际广播电台 FM 99.7即将播出钱开义主播为您带来的《心扉夜话》。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99.7海丰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全新推出的经典节目《心扉夜话》，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阿义。不知道老听众是否还记得啊，《心扉夜话》曾是陪伴一代听众心路成长的忠实好友，它也是90年代情感节目的巅峰之作。那这一次我们不仅保留了节目的精髓，我们还诚挚地邀请到了著名的心理专家赫顿贺老师加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让我们有请赫顿。大家好，我是幸福探花者赫顿。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迎接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热线来电，让我们一起接听它。这位听众您好。你好，钱老师，我是小文。小文您好。我有个问题想问钱老师。请说。钱老师为什么会选择一个被开除的心理咨询师作为你的搭档呢？这姑娘故意的吧？说话不过脑子吗？赫顿点儿太背了，刚开播就遇到抬杠的，估计都得傻了。我看未必。首先我想说的是呢，任何事情的全貌都不像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听到的那样。我希望你可以理智地看待这件事情。其次呢，为什么我会选择贺老师？因为他曾对我说过一句话：自杀干预能做的有限，
我想帮助到更多的人。他想带更多人从泥潭里走出来。那我就想请问一下贺老师，请问贺老师走出来了吗？什么？不敢回答吗？如果我告诉你我走出来了，而且我永远不会再陷入下一个泥潭之中，你会相信吗？我不相信。小文，每个人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在这些苦难当中，我们没有办法保持独善其身。我也一样，成长是每个人一生当中的议题。我想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保持动态的平衡。每个人都会迷路，我相信你只是迷路了，你最终可以走出来的。是的，小文，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困惑呢，其实可以跟我们说，或许我们可以帮助。你就是因为他才抛弃我的。这位听众，感谢你对我的喜爱，也感谢你一直对节目的支持，但是也希望你可以尊重事实的真相。你跟他到底认不认识？如果你认识的话，你要告诉我，不然我没有办法沟通的。我真不认识。陈开义，你在当众羞辱我吗？你这样对得起我吗？不是，不要冲动，让贺东老师来。小文，我能跟你好好聊聊吗？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如果你真的不想跟我聊，你就不会打这通电话。你打这通电话代表着你内心还是渴望与人沟通的，对吗？你刚刚在直播的时候一直在质疑我，你的言语非常的激烈。我能明白，你想用这种方式让我感觉到害怕，可我却从你的眼神当中看到了恐惧感。我知道你把我认知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你觉得我在破坏一段你认为非常珍贵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就是你跟钱开一、钱老师，对吗？但我可以看出来，钱老师对你的印象并不深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们两个根本没有见过面，对吗？对，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面。可你却认识他，而且你们有着联系。对，我们一直有联系，我们每周都会交流的。我每周都会给钱老师发邮件，钱老师每次都会定期回复我。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啊。你是一直给我坚持发邮件的那个听众？对，是我啊，钱老师，我们一直都有保持联系的。可是你最近怎么不回我了？不是不是因为你有别人了，所以你不要我了？小文，我能看得出来，钱老师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在你心中非常的重要，而你却非常的信赖他、依赖他，甚至你把每周的联系当成了你的精神支柱。而当有一天，你们俩的联系突然中断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崩溃。对，是这样的，我每周都在等钱老师回复我，你以前从来都没有失约过。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像这种模式的关系对你而言并不是第一次了。在钱老师之前，你有过类似的模式关系，他们让你会觉得非常有依赖性，可这种关系到后期都会让你感觉到抛弃，
是这样的感觉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每次都会这样。所以你很害怕钱老师跟他们一样，最后会抛弃你，放弃你。小文，我记得你，你一直都是我心中非常重要的听众。只是我没想到你会把我摆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其实这段时间我很彷徨，我不是有意的想要去疏远你，是因为我一直在准备可能对于我而言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目。虽然咱们今天第一次见面呢不是很美妙，但是我还是想让你知道，你仍然是我最重要的听众。小文，你可能之前经历了很多这种模式的关系，他们让你感觉到非常的无力，让你非常难过。但请你相信我，这种痛苦的感觉是可以打破的。如果你相信我，我可以给你介绍非常好的心理咨询师。你愿意给自己这样的机会吗？回来了。哎，രാ辉，去扔垃圾啊？对，恭喜啊！广播我听了，内容很不错。谢谢。危机干预出身的心理咨询师，很有魄力。以后不会再有这种危机了。你胳膊怎么了？没事儿，就是擦破了一点皮而已。去我们家，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吧。啊，不用，这个没多大事儿的。没关系的，作为你送我水果的回赠，不让我心里过意不去的。佳慧，其实我这个不严重，没事儿的。我是看出来了，赫顿老师只会照顾别人。我其实，在电台的时候已经擦过药了。今天你们电台里面的小姑娘，好像有点钟情妄想，也有点偏执的味道。这种人一般是自我和谐，很难求助于人的。每一种不利的突变，是带着同样有利的种子。爱默生，我其实很想帮他，但是我不能这样。他的多疑和疑虑构成了对你的攻击。他对我的敌意非常的大。如果我真的跟他开始一段咨询关系，敌意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所以把他转给了一位我非常信任的咨询师朋友。伤口发炎后，白细胞开始吞噬异物，白细胞死亡流出体外，伤口消毒杀菌完成。没有伤害，就不会痊愈。心理咨询师想要了解每一个人的内心所想，会很累的。他又不是神。谢谢佳慧，时间不早了，我不打扰你了，先走了。我送你回去吧。哎，别，你这个点送我回去，被汤丽丽看到了又要起哄。走了。
不上热搜了。留言太多了，怎么只有2只手啊？好事儿啊！来，我帮你。厉害啊，老钱！刚开播就热度爆表了，走，找潘谭邀功去，走。哎，功劳跟大餐少不了你们的啊！等着，吃烤肉，我跟属相说。哎，大姨，来，啊，看见了吗？听说里面那位也是个心理咨询师呢。我说这王卓，该不会是要……非常荣幸能请到温老师到我们电台来。就愿王先生大名。喝茶。我最近这段时间是如鲠在喉、如芒在背、如坐针毡。每天晚上我躺到床上，干瞪着眼看着天花板，眼睁睁的等天亮。再好吃的东西到了我嘴里，都味同嚼蜡。可我跑遍了各大医院，他们都说我没病。报告呢？啊？你的检查报告呢？我看过内科、外科、耳鼻喉科、心脏科，做过 CT， 抽过血，还做过推拿，扎过针灸，有没有问题啊？你的检查报告确实没有问题。哎呀，我都快死了，怎么能没问题呢？哎，主任，我是不是中邪了？放开我！放开我！哎呀！老板，你这是咋了？要不要护工啊？我有病，我要看病。薛总，那个，你说你这何必呢？啊，你说咱在家看多好呢，你非来这儿受这劲儿呢？我今天专门来这公立医院，我就是要把他所有的科室都看一遍，彻底做一个全面彻底的检查。谁知道？你消消气。我身边已经没有一个人跟我说实话了。薛总，你可不能这么说。您看看我，啊，我对您是绝对的忠诚。我问你，你觉着我有病吗？有病。神经病！谁骂我神经病了？你是神经病！就差神经病了。喂，对，是我呀，老吉。这么早打给我有事吗？是这样，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得了精神病。你不是那个赫有名的心理学教授专家吗？你能不能给他看看？哎呀，老徐啊，这事儿我可能帮不了你。为什么呀？咱俩这么多年好友，双重关系不利于咨询。再说，你的朋友应该还没确诊精神病吧？找个咨询师聊一聊，再看是否需要做精神鉴定。那我能找谁呀？我说，你别着急，我可以给你推荐人呢。谁？霍顿。霍顿？怎么了？面膜不好使吗？一般。看来真的不好使啊。家里用的不是一款吧？不是啊，我用的我自己的。那这是什么？你拿我脸在做测评啊？不是，
我上次视频不是火了吗？然后莫名其妙收到一堆品牌的试用，我这不想着先拿给你试试吗？我说我怎么用起来脸特别的痒呢？我是不是过敏了？你看，没事儿，我楼上有好多舒缓精华呢，你上去抹抹。不然上不了节目了。那太好了，我正好有理由可以不去了。我说你就那么不待见钱凯一啊？你看他对你鞍前马后的，而且还帮你的好姐妹我平反，真的挺好的。他这不是鞍前马后，他是居心叵测。他想让我帮他做节目，好吗？哎，隔壁那个呢？我觉得他对你也挺有意思的。你看，还送你亲手做的8音盒，蛮走心。你不说我都忘了问你了，你之前知道他是做精神科医生的？跟我们家老贺又是在酒吧偶遇，又是做邻居，巧的有点太明显了吧？我奶奶这2年身体不太好，总是叨唠着让我回海市。这是我奶奶养老院的位置，离这只有700米。知道了。你干嘛不告诉我啊？我告诉你，你不又得多想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我们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喝完酒以后还吃药，而且现在又这么巧的跟我们住在一起。这个房子你看怎么样？昨天我旁敲侧击地问他，他回答的含糊其辞，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你是不是在想，为什么我是学医的，还会吃了药又喝酒？其实精神医学和心理咨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也有很多不同。你看看，哦，你还非得让他直接跟你说，我当时就想自杀，小点声。不过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进来呀！节目这么好，你发的什么无名火啊？就是因为节目做得好，所以火才大。开业，我知道你把这节目当成自己的孩子，难道你就不想把它送上顶峰吗？我想啊，但是我想自己送上去。王卓这个事儿，您是不是得给我个解释啊？王卓，我就那天随口那么给他提了一句，我看看他有什么好的想法，帮你提供一些思路。不是潘台，我就不懂啊，您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我呀？节目预算单，我批了。那王卓，王卓那天突然来找我说认识一个什么厉害的心理咨询师，我就那么随口一说。谢谢潘台。行，那我就没啥脾气了，我先走。5把。能听到吗？能听到吗？能听着，能听着。你说，按吧。徐总，不行不行，这事我弄不了。怎么了？怎么了？按个门铃有那么难吗？我又不是演员，也不是老戏骨，我怕我演不像你。你钱都收了，现在跟我来这套？神经病！谁骂我神经病了？你是神经病！就差神经病了。哎呀，刚才不好意思啊。您是不是现在想要糊口了？我考虑考虑。你做护工一天能挣多少钱呢？
500，我雇你1天。真的？等等，墨镜。行，我再给你加500。真的？那这徐总，那能不能再给？你倒是提醒我了，有这钱，别说是老戏骨了，我还能找个大明星呢。你不按算了，把钱退回来。你好，我是荀总，请多多关照。请进。你等一下就听我的，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好。好高档啊！荀总您好，我是贺盾。哎，好嘞，我跟荀总说，荀总，那个讲，那个这怎么了？脸。我是荀总。我知道您是荀总。哎呦，你看，荀总，对方公司说呀，让咱们再交500万委托金，还要500万。荀总平时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呢？咱们公司是做慈善的，啊？做慈善的。人家说，不交这500万委托金，就不跟咱签约了。那公关部那些人都是干什么吃的？一帮饭桶啊！慈善，这方面我很感兴趣。那你们平时都会做些什么呢？就好好混日子吧。回去就炒他们鱿鱼。混日子，就知道炒鱿鱼。荀总还是很真实、很勇敢的。那我们接下来正式开始了。荀总，你有感觉到自己哪里有不适吗？我亲自去一趟。公关部的人就缺胳膊少腿吗？荀总，缺胳膊少腿，但是还得跑一趟。那行，我现在就去。站住！您平时做运动吗？做10个俯卧撑，让你长点记性。有。俯卧撑。再做20个高抬腿。还有高抬腿。喂，我因为这事都挨骂了。荀总，您身体看上去蛮健康的。荀总，公关部那边又来电话了，问您能不能再让步啊？让步，2步、3步还是4步跳交谊舞呢？要不要我给他跳个广场舞？我还会跳广场舞。算了，你把电话挂了，我亲自给他打。荀总吗？累不累啊？要不上去聊聊？我知道，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找人假扮自己？可重要的是，您还是来了。我也是实在没办法才来的。苏院说您并不相信心理咨询，找了个人来冒充您来试探我，对吗？也可以这么说，我就是想考察考察你。那我通过您的考察了吗？没关系，您怎么舒服怎么来。
我们的交谈都是保密的，如果这个问题不想回答，可以不用回答。可接下来我会问您很多的问题，这是作为我们交流的基础，您可以接受吗？您这么不信任我，还找人来冒充您试探我，可最后您还是来了。那我在想，您对这次的心理咨询是不是也有一些自己的期许？这霍顿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吗？赫顿是个有天赋、很勤奋的学生，你能信任我，就能信任他。哎，千万别说是我推荐你去的。啊。说实话，我感觉我得了绝症。我跑遍了各大医院，看遍了各个科室的专家教授，可他们都说我没病，还说我身体好好的。这明明就是哪儿出了问题嘛！有朋友建议我来看心理咨询，我就来了。您觉得您具体有些什么症状吗？一开始出汗发抖，再后来胸闷气短，喘不上气儿，还感觉到恶心。说我躺在床上，感觉自己都快要死了，眼前白茫茫的一片，灵魂都要出窍了。你说这么明显的症状，他们就查不出来原因？这什么专家教授都是骗人的。荀先生，你可以慢慢说。您想一下，每次这种症状结束以后，您当时都是怎么想的呢？本来就是想，我得好好活着，多活几年，能看到我儿子。现在得了这怪病，肯定活不久了。可是检查结果上显示着，您的身体机能一切都正常。这才是最可怕的呀！我老家有一个亲戚，壮得像牛一样的，说没就没了。可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人一老，这病啊，你不找他，他就来找你啊。再说，我家也没长寿基因，几代都没有。荀先生，您想听一听我是怎么想的吗？你说。您这个属于是心病。心病？没错。医生之所以推荐您来看心理咨询，并不是他没有查出来您身体的问题，而是他非常的清楚意识到，您这是典型的心理症状。在心理学中，我们称它为惊恐障碍。这种症状最开始的时候会发现发抖、出汗，紧接着您会敏感地发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各种变化，对吗？我能看得出来，您对自己的身体非常的重视。于是第一次发作的时候，您就开始频繁的去看医生。然而医生告诉您，您的身体状况一切正常。紧接着，下一次您会发现，您的发作会更加的严重。严重的时候，您会感到恶心、呕吐、心率加快、喘不过气。荀总，你没事吧？荀总。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状况一般不会持续很久，身体会逐渐恢复平静。发作的时间一般都是3到5分钟，对吗？对，每次过后，我就感觉像虚脱了一样。这些细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荀先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惊恐发作时候的情况。这种症状发生的时候，您会有一种濒死的感觉。但这并不是您身体出现了问题，也并不是绝症。其实，在很多普通人当中，会有3%到5%的人有过惊恐发作的体验，而有一些人会特别关注到这个情况，并为此感到焦虑，这才变成了一个问题。你是说我这怪病别人也有，不是什么绝症，能治好？能治。你来一次，我这葡萄都快被你薅光了。哪有这么夸张？您看，我就摘2串，解解馋。国外不回去了？这国内这么好，还去什么国外呀？那家呢？也不回。
半天，你也是来劝架的。我不是劝架，我就看有人状态不对，心里过意不去，一会儿这病，一会儿那病的。我看过不了多久啊，全省的医院都被折腾个遍。怎么回事啊？前2天不还好好的吗？这我哪知道啊？解铃还须系铃人呐。季教授怎么也开始拐弯抹角了？再不回去，我可藏不住了。小何，你说说，我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啊？我以前都是好好的，莫名其妙的就得了这什么惊恐障碍呢？这个我应该问您，最近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事情？没有啊。我发现刚刚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您很快的否定掉了。可是在此之前，我们谈话的过程当中，您一直是一种犹疑的状态。我非常理解您到现在还不能信任我，我也非常能够理解您没有办法面对面的真诚的跟我交流。但如果您不能用最真实的自己来面对我，跟我交流，那么我对您的帮助其实是有限的。有的时候，感情上的决定可比工作上的决定难多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但是有时候要谈论自己的感受可能并不容易。徐先生，我们不着急，可以慢慢来。或者如果您觉得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我想也是可以的。我儿子出国了。不是说好了不出国的吗？怎么又要出国了？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老爸？你要敢出国，你就当没我这个爸，我也没儿子。惊恐发作，发生在你跟你儿子打完电话之后，并且这不是第一次发作，已经进入到较为明显的阶段。气死我！气死我！你再开快一点啊！好好的飞机都要起飞了，别赶不上了。好的，徐总。混蛋，混蛋！徐总，徐总，你怎么了，徐总？哎，徐总，我送你去医院吧，徐总。徐浩发来信息，爸，我已经离开了，不用再来送我。父子俩知道分开，就再也没有见过。近日，各国宣布疫情爆发，据不完全统计，怎么会这样？造成几万名人员感染。各国政府为什么会这样？减少外出和人员聚集。本省暂未发现你说说，我明明是为了他好，为了他好啊！我天天为他担心，他为什么不听话，非要跑到国外去？你说他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他对得起谁？他对得起我吗？徐先生，我想我也知道您的情况了，可是我还是希望您可以自己说出来。这是一个家庭隔盘，通过这个隔盘，您可以自己跟自己对话。也许今天我没有办法完全解决你的问题，但我们可以一起了解这个问题是如何形成的。那需要我做什么呢？您看到袋子里的这些小人了吗？这些小人可以是我，可以是您，也可以是徐浩。您可以从这袋子里选出您认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些人，
选择你想放在的搁盘上。混蛋，混蛋！为什么选择黑色呢？我也不知道。接下来您可以继续。这个是谁？我老